男人只是往土坑的两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。路过的男孩误把他当作神仙，竟然直接朝着男人跪了下来。我娘得了重病，就快喜了，求神仙大哥救救我娘吧！我可不是什么神仙，但是治病我倒是可能有办法。只要你给我找来1头牛，我就可以救你娘亲。原来男人是带有 MC 系统的穿越者，而 MC 的牛奶包治百病，他却拥有 MC 所有特性。太谢谢你了，神仙大哥，村长那边有1头老黄牛，我一定给你拉过来。叫我林大哥就行了。你家里还有没有线？我想做个钓鱼竿出来。没问题，可是林大哥，附近的河都已经枯完了，你去哪钓鱼啊？之前还不好说，不过现在嘛。和男人告别后，刘小二一路狂奔回家，却被亲爹刘大一顿毒打。臭小子，你娘病重，你不知道吗？不干活还瞎跑。哎呀，别打了爹，我找到救我娘的法子了。是谁告诉你的？是住在林子里的林大哥告诉我的。他说只要有牛的话，就可以有办法治好我娘的病。没想到刘大不仅没有激动，反而一下跪瘫倒在地。是爹没本事，都是爹的错，没有治好你娘亲的病，也没有保护好你。灾荒之年，怎么可能还有人在荒山野岭里存活？那肯定是妖怪。爹，林大哥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他是好人，只是让我给他带捆线。可刘大明显没听进去，反而拎起了家里仅剩的2只母鸡。孩啊，你还小，未来的路还很长，一会我亲自去会会那妖怪，将来家里就靠你了。另一边，山林刚刚从木板醒来，睡得真难受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羊。这个木板睡起来太不舒服。山林走到门口，踩到踏板上，木门自动打开，周围种着的树苗此刻大部分都长成了大树。这生长速度，要是让我去沙漠防控，要不了1年，绝对还他一片绿洲。斧来！当即山林便掏出石斧，一棵棵树木被砍在半空中，消失到山林的背包内。这时不远处，刘小二的声音从处传来：林大哥，你要的线我给你带来了，我爹不放心，和我一起过来了。此时刘大瞪大了眼睛看向房间边，那竟然是一片金黄的小麦地。这时节怎么可能会有成熟的小麦啊？林公子，小人希望用自己的命换我儿子的命，这2只鲲就当是打扰您清修的赔礼。不是说要我帮忙救命吗？这剧本好像不对吧？我成反派了。我爹把你当做吃人的妖怪了，我说什么他都不信，说是让你蛊惑了。刘叔，放心吧，我对刘小二没有恶意，只要你带着大嫂和牛到我这里就可以了。眼看刘大还是一副惊疑不定的样子，山林只好拿起2只半空鸡，从背包里掏出小麦，把小麦撒向2只鸡。下一秒，刘大突然瞳孔放大，这怎么可能？那2只母鸡身子靠拢，不到3秒钟的时间，一只毛茸茸的小鲲突兀地出现在了他们的下方。怎么样，刘叔，妖怪做不到这种事吧？刘大的脑海中飞转着各种猜测和疑问。要知道，这可是2只母鸡啊，怎么2只母鸡也可以生出小鸡仔来？完了，我刚刚把神仙当成了妖怪，林仙君不会怪罪下来吧？念罢，刘大双腿一软，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。小人不知仙君下凡，这才将仙君看成是妖怪，不要怪罪小人。别，刘叔别这样，我可不是什么仙人，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史蒂夫罢了。臭小子，还不给仙人下跪？什么时候有空把大嫂带过来？既然有重病，最好不要再拖下了。明天林仙君有时间吗？牛村长家里还有1头，回去我就问村长能不能卖给我们。可以，那就明天再过来吧。还有，不要叫我林仙君了，叫我山林就行了。好的，林仙君。对了，牛不用买，借过来用一下就行了。我的办法不会伤害牛的。说罢，刘氏父子就朝着山下走去。山林将线团和木棍放入工作台，一把鱼竿就这么被合成出来。他直接对着小水坑抛竿。我得快点升级了。只因山林受到等级限制，他的探索只能到山脚下，如果强行跑，就会发生天崩地裂的事。另一边，刘大又遇到了难题。你说你们在林子里遇到了神仙，还要用1头牛治病？村长刘德喜皱眉摸着胡子，显然对刘大的话不怎么相信。是的，村长，只有你这还有1头牛，求借我用1天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买了也成，就用我家那块地。哎呀，刘大，不是我不想借给你，我是担心你被骗了。要是刘大是要用牛换钱请大夫，他二话不说立刻就把牛让了。但是刘大居然要用牛给媳妇治病，还是一个神仙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样吧，刘大，我可以把牛借给你，但是明天我要跟你一起去。等刘大离开，
刘喜德的脸沉了下来，立刻就叫来了自己的儿子。事情大致就是这样，你听明白了吧？不知道哪来的泼皮，敢跑到我们刘家村坑蒙拐骗。明儿一早我就过去，先把那人逮住再说。两人制定好计划，只等明天一早就将那可恶的骗子捉拿。没想到当天夜里，刘大的媳妇就病危了。村长，我娘额头烧得厉害，整个人还说着胡话。爹让我过来叫你，我们现在就去林大哥那里。怎么在这个时候？不行，我们得快去找大夫。村长，我们不需要找大夫，我们需要牛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怎么还信那骗子？你爹原本来就神神叨叨的，怎么连你都一起犯昏了？白大哥，他真的可以的，求求你了，村长爷爷，你就把牛借给我们吧。眼看刘二都要哽咽了，刘喜德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跟刘二一起往林子走。当他们来到山林的住处时，村长直接惊掉了大牙。男人只是因在小水坑里掉出一条条大鱼，路过的村民大脑集体宕机，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太好了，林大哥好像还没睡呢，他好像还在钓鱼。钓鱼？这附近哪来的河流？现在基本都已经干渴了，这可怎么钓鱼啊？就在这时，诡异的事情就发生了。只听见哗啦一声，一条足有半米长的大鱼被钓起，接着化作一道金光，消失在了男人的体内。刘喜德见到这一幕，心砰砰直跳。难道这世间真有神仙？林大哥，我把牛带来了，请你救救我娘吧。一定是大嫂的病情突然恶化了，不然不会这么早就赶过来。快，把牛牵过来！当即山林就拿着空桶朝着老黄牛走去。山林手提空桶对着老黄牛默念使用，不一会，水桶便装满了牛奶。刘喜德看呆了，他这头牛可是只公牛啊，咋可能产出牛奶呀？好了，让你娘把这奶喝了，差不多就可以把病治好了。闻言，刘大将媳妇叶兰轻轻放在地上，将牛奶凑到叶兰嘴边，随着牛奶流入了她嘴里，叶兰的神色也逐渐活络。谢谢你，林仙君。小意思，不用谢。当即叶兰便头一歪，整个人昏睡了过去。妹子，你怎么了？林仙君，我妹子现在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她的病已经好了，只是太过疲倦睡着了而已。小人刘喜德见过仙君。啥玩意？这咋见到人就下跪啊？老爷子，快起来吧，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史蒂夫。刘喜德身体颤抖，右腿抖得尤其厉害，看样子怕是患有隐疾。山林接了几桶牛奶，吩咐在场的众人都喝下。我操，牛逼！太好了，浑身变得轻松了许多，连大腿的疼痛都消失了。这老黄牛的奶真乃是神药啊！这玩意貌似应该是公牛吧？白贤君，小人斗胆有一事相求。是水源的问题吧？其实我早就发现村民们缺水用了，跟我来吧。一行人朝着刘家村前进，山林心里盘算着，他已经到了8级，可以活动的范围也扩大到接近刘家村。终于，他们走到空气墙前停了下来。山林先掏出一个坑，然后向两边倒入2桶水，一个无限水，就这么做成了。麻烦村长和村里人说一声，以后让他们来这里打水就可以。太好了，太谢谢林大仙的恩赐了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刘小二见林仙君要返回，有些失望。林大哥，您不来看看我们村子吗？我也想去，可是条件不允许。仙君莫不是有什么难处？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，告诉他们也无妨。可是要怎么说呢？干脆我直接演示一遍就可以。于是山林迈开步子走出了空气墙，周围开始剧烈。突如其来的地震让刘德喜一个踉跄差点睡。刘德喜惊恐看到晴朗的天空出现黑色裂纹，如蛛网般扭曲。我的女娲娘娘，你看见了吗？天又要塌了呀！我知道后果了，你快回去吧。山林见状，赶紧缩回了墙内。回村的路上，刘德喜一言不发，像失了魂一样。他也终于想明白了，人间疾苦为什么以往却不见仙人。刘喜德走到了家门口，但媳妇告诉他的一个消息让他吓得差点跌过气去。他儿子拿着棍子准备去找林大神。爹，您出来了！你看我手上这棍子，保管把那骗子打得直喊娘。村民们，逆子啊！快去把乡亲们都叫来，就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讲。我说，村长，你把大伙叫出来，到底有什么事？是啊，村长，俺家地里还有活要干呢。刘德喜却笑着朝前走，指了指前面。等不及的就先过去看看吧。说完，几个人就急不可耐地冲了过去。居然是水，真的有水啊！哈哈，
好干点的水啊！过瘾，太过瘾了！好久都没有这么痛快的喝水了。很快，村民们就发现了不对劲，这水好像是凭空生成的一样，而且源源不断，仿佛永远不会枯竭。村长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总得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了吧？于是，刘德喜将昨天发生的事情复述了一遍。村长啊，不是我们不信，实在是你说的太离谱呀！真要是有仙人，怎么可能来我们这种鬼地方啊？既然你们都不相信，就把这水底下的土刨开试试。随着底部完全被刨开，所有人都面面相觑。只见那格水竟然悬浮在半空，而且还在源源不断的向外流着水。林仙君可真是好神仙呀，咱们可真要好好谢谢仙君大人。放屁，光谢谢怎么行啊？至少要修个神庙，把神水供起来。林子里钓鱼的山林还不知道村子里发生的事情，此刻正拿着钓上来的皮靴子发抖。怎么钓了这么久，都是些没用的垃圾啊！这个就送给你好了，试试看有没有效果。林老大，你真的好厉害，竟然能在水里钓出来靴子。刘小二立刻换上皮靴子。林老大，这靴子穿着刚好合身哎，比草鞋舒服多了。这么贵重的宝物，我真的配得上吗？这靴子我根本看不上，放心收下吧。接着山林又让刘小二尝试砍树和钓鱼，并没有像玩家那样爆出资源，这让他有些失望，因为这意味着不能利用村民帮忙收集物资了。对了，有一样东西村民可能能用。山林拿出了堆肥桶，你把些草丢进去试试看。在两人期待的目光下，那草落入堆肥桶后，眨眼间就消失不见，底部出现少许的绿色颗粒。成功了，接着放。终于找到一个可以让村民们用的东西。随着植物的不断放入堆肥桶中，形成了一个类似灰化土的方块，由此获得的骨粉可以催生小麦。不错不错，这样就可以利用村民进行大规模生产。行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对了，水源的是村长和村民们说了吗？说了，我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那里打水呢。那我得去看看，我陪你一起过去吧。男人只是往土坑的两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。原来男人是带有 MC 系统的穿越者，而 MC 的牛奶包治百病，他却拥有 MC 所有特性。不一会，山林就和小二一起到了地方。我操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可眼前的一幕让他看傻了。只见人群分成了2片，对着水坑上的祭台跪拜。为首的刘德喜更是拿着一炷香念念有词。看见山林的到来，刘德喜立刻惶恐起来。仙君都说了，不喜欢别人跪拜，看到这一幕不会生自己的气吧？刘德喜越想压力越大，他竟然重重地朝山林跪了下来。草民刘德喜恭迎仙君。完了，我咋又稀里糊涂跪了下来？这一下彻底完蛋了。村长啊，我真不是什么神仙，大家也不要跪了，都赶快起来吧。他看向眼前的村民，个个都瘦得皮包骨，哪里还有半点正常人的模样？山林取出木板。村长，村子里大概有几户人家，总共有多少人？14户人家，总共54人。山林将自己剩下的鳕鱼全部放在平台上，一瞬间就将整个木板占满。是鱼，好大的鱼啊！自从湖水干旱以来，他们已经很久没见到鱼了。这些鱼就交给村长，你来分配，务必每家每户都能分到1条。以后我也会到这里提供食物的。这些都是白给我们的，而且以后都会有食物吗？村民们感动的想笑又想哭，要不是害怕失了分寸，得罪了神仙，他们恨不得直接冲过来抱住山林的大腿喊爸爸。接着山林将7个堆肥桶放在平台边，之后你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用树叶或者其他植物将这些桶子填满。具体怎么做，刘小二会告诉你们的。这样合成出的骨粉就可以催生出更多小麦，差不多足够养活村子里所有人了。对于他的要求，村民们感激涕零，别说是7个箱子，哪怕是70个箱子，他们也愿意。多谢仙君！都说了，我不是神仙啊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史蒂夫。山林无奈转身返回林子。村长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？这不是你的宝贝椅子吗？怎么搬到这里来了？嗨，这算啥？我得快点把这房子倒腾好，好让白仙君有个落脚的地方。留给老大吗？刘小二有些摸不着头脑。是啊，村子里唯一像样一点的，也就是我这祖宅了。能给林仙君歇息，那是我们的福分。没想到我这消息一放，大家就都过来送东西了。可是老大说过，他不会住在村子里呀。出去住不住是一回事，但做不做是另一回事。你个小屁孩，多学着点。
刘德喜笑着招呼着众人往里面搬东西。对头，也就是些木头玩意，哪里抵得上仙君对咱的恩情？我当了这么多年村长，没见过你们这么积极。我的村长爷，你要是有那仙君一半能耐，我给你天天洗茅房都成。闻言，所有人都发出大笑，现场一片欢快的气氛。张元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再敢从我们这偷东西，就把你腿给打断！隔壁张家村民张元因为屡次偷东西，终于被赶了出来。切，不给就不给，小爷我还不稀罕呢。可张元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干活，饿昏了头的张元走在路上，竟然不知不觉走到了和张村敌对的刘家村。这时一股香味让他瞬间来了精神，竟然是鱼，附近有人在煮鱼。随着张元的深入，鱼的香味愈发浓郁。他震惊地发现，竟然每家每户都有鱼，但他悄悄溜入室内偷鱼，却被打了出来。可恶，这件事不会就这么算了？你们刘家村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你说什么？刘家村把水引到了一个我们找不到的地方，真是欺人太甚。要不然他们哪里来的鱼吃？必须找他们去要个说法。下午时分，刘村村口早早的就站着10来多个刘家村的人，远处张家村的人个个面色凝重，手里拿着各种农具，他们已经做好了死斗到底的打算。然而刘德喜的一句话让他们呆住。张家村人听着，我这就给你们送水来。我没听错吧？刘村的人居然主动给我们送水。张和想过很多情况，唯独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样。只见刘村的人挑着扁担过来了，那桶里竟然装满了水。等到水桶被放到张村人面前，张和居然哭了起来。这些水都是给我们的吗？张村人一个个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。放心吧，这些水你们先喝着，接下来你带2个能做主的跟我来，我带你们去水源那里。男人只是往土坑的两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。众人欢呼不已，村长更是忍不住朝他跪了下来，不仅扬言要为男人修建神庙，甚至还要把自己的老祖宅腾出来让他住。男人却整天沉迷钓鱼无法自拔。原来他是带着 MC 系统的穿越者，此时只要再升1级，山林的活动范围就能覆盖到村子。2人来到水源处，张和也从刘德喜那里得知了仙君下凡的事，唏嘘了一阵，他惭愧地低下头。原来如此啊，这位林仙君可真是个好神仙，实在是对不住。这次是我们张村的人莽撞了，以后刘村的事就是我们张村的事。哎呀，我听说张斗要那个狗官又派人到村子征税，交不出来就把人往死里打，已经有好几个村子的东西被抢了不少。不是才交过税吗？这才没过去多久，怎么又来了？哎，如今这世道越来越艰难了，可民怎么和官斗啊？你们可千万要把食物藏好，别被发现了。此刻临近刘村的王村内，一位老人正跪在地上，苦苦哀求着眼前的衙役。大人，不是我们不交税啊，这好几月没下雨，我们都快要饿死了，真的没法交税啊。管你什么灾祸，只要村子有人，就必须交税，不交就是造反。给我搜！在村民们的哀嚎声中，衙役将村子仅存的一点救命杂米也抢走，整个村子都沉浸在哀伤的氛围之中。不多时，衙役就来到刘家村口。刘家村人赶紧给我出来！来了，大人有何吩咐？此时他的脸上满是泥水，身上的衣服也换了一副破旧装扮，俨然是早就做好了准备。不要和我说什么旱灾之类的借口，今天你们交不上税，就得通通进大牢。不，大人您误会我的意思。刘德喜从怀里掏出袋子，恭敬地递了上去。这是我们村欠下的税，今日一并缴纳。娘，我好饿，好想吃东西。循声望去，只见一个小孩蜷缩在女人怀里哀嚎着，这正是刘家村人为了应对衙役演的好戏。睡吧，孩子，睡着了就不饿了。母亲抱着孩子哭泣，这一幕谁见了能不动容？然而这些衙役早就麻木了，他们只在乎自己能不能多得些油水。哦，数目对上了，正好是欠的税。你确定数目刚好？那领头的朝手下使了个眼色。要是缺了1、2个子儿，知县大人怪罪下来，你我可担当不起。那衙役顿时心领神会，懊恼拍拍脑袋。你瞧我这记性，把村子给搞混了，刘家村的税还差了点。刘德喜见状一咬牙，官老爷来得太急，小人犯了糊涂，少拿了个钱袋子。眼前这刘村怕是还有不少油水，不如直接进去搜刮，让这些贱民们也不敢反抗。好啊，
看来你是诚心想耍我们，都给我进去搜！看着衙役们肆意闯进家里翻箱倒柜，村里人个个都压抑着一股怒火，却都有意无意地守在村长的祖宅前。这一幕也被衙役头子发现了。大人，这是我们留给神仙的居所，要是冒犯了神仙，你们都会受到惩罚的。嘿嘿嘿嘿，故弄玄虚！我看你们是藏了什么东西在里面，给我进去搜！谁要是敢来，就地格杀！突然，村民们动作一致，望向远方。只见远处原本的干土突然变成了绿色，并且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朝着村子蔓延过来。原来是整日钓鱼的山林终于升级了，可以活动的范围也顺利扩展到了村中。仙君大人显灵了！村民们见状齐齐跪倒在地，衙役目睹了这神奇的一幕，也开始惊疑不定。难道这世间真的有神仙？一个巨大的铁盔生物竟然出现在那衙役身后，正是我们世界里的铁傀儡。接着他举起手臂朝那头子一抡，衙役整个人就被击飞出去，倒在地上，陷入了安详的睡眠。另外2个官差看到这一幕下猛，我操！扑通一下跪在地上拼命磕头。神仙饶命啊！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请仙人开恩，放过我们吧。然而铁傀儡并没有理会2个衙役，径直走到刘小二面前。所有村民都紧张起来，生怕那大家伙做出伤人举动。下一刻，铁傀儡对着刘小二伸出手，那竟然是一朵小红花。谢谢。小二接过了小花。林仙君来了，恭迎林仙君。山林从林子里走出，惊喜地看着站在村民中的大胖子。不错不错，这意味着刘家村被系统判定为村庄了。老大多亏了这个大个子，不然我们都要被这几个官差给杀了。山林冷漠地看向地上跪着的2人，既然都欺负到头上了，必须要给点教训。仙君饶命啊！小人知道错了，这都是我们头的主意。 2人哭得涕泗横流，其中一个还吓得尿了裤子。一个想法从他脑中闪过，山林不怀好意地朝2人笑了起来。看你们2人态度诚恳，便饶你们一命。谢谢仙君，谢谢仙君。不过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下一世你们就堕入畜生轮回吧。不要啊，仙君可有什么抵罪之法？罢了，就给你们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从现在开始积德行善，或许转生之事我会再考虑。 多谢仙君开恩！2人立刻带着昏迷的头，连滚带爬的离开。仙君要在村子里住下吗？我们已经为您准备好了房子，请您跟我来吧。心意我领了，不过我还是喜欢自己建房子。刘德喜听到这话，不仅不奢望，反而激动的心都快要跳出来。仙君亲自建房子，那就是仙居啊！刘家村竟然要有仙居了，他止不住笑容，将山林领到一片空地。这块地方不错，以后我就在这里安家了。还有。 不用叫我仙君了，叫我林公子就行了。爹，仙君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俺身上出问题了。在仙君面前茶茶呼呼的，成何体统？刘德喜刚要开麦，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。刘平的头上竟然飘着个半虚幻的草帽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草帽不就是农民职业的标准装扮吗？看来刘平是转职成农民了。不用担心，这顶帽子对你不会有太大影响，甚至还有意想不到的好处。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草帽出现的？俺刚刚在林子里打水来着，回来就有人告诉俺头上有这东西。男人只是往土坑的2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。众人欢呼不已，村长更是忍不住朝他跪了下来，不仅扬言要为男人修建神庙，甚至还要把自己的老祖宅腾出来让他住。男人却整天沉迷钓鱼，无法自拔。原来他是带着 MC 系统的催泪。刘德喜儿子刘平从远处跑来。 山林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刘平的头上竟然飘着个半虚幻的草帽，是堆肥桶。水源旁边的堆肥桶对应农民的职业方头，这下子可以让村民们帮忙种植小麦。刘平，你拿着这个锄头，对着这块地默念使用。刘平郑重接过锄头，接着他闭上眼，对着土地默念时，奇迹的一幕发生了，一块理好的地竟然出现在众人面前。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呢？ 感觉力气被吸走了一些，不过我还能试很多次。既然第一步成功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水到渠成了。山林引导刘平在地里成功种下小麦，刘平瞪大了眼睛，呼吸不受控制的急促起来。一旁的刘德喜也紧张的说不出话。仙君，这真的是几天就能长成的小麦吗？我居然能种出天上的麦子了！现在劳烦你们把村子里的人都叫过来，我有重要的事情交代。待2人离开，他立刻做出数个堆肥桶。 并将之埋入地下。山林要将村民全部转制成农民。不一会，村民们就在他面前集合完毕。他们都听说了刘平成为仙农的事，一个个都激动得不得了。
现在我喊到名字的上前来。刘武三，来了来了！一个精壮的汉子从人群中走了出来，带着异常紧张和兴奋的情绪。他走到土台上，没过多久，头顶竟然就浮现出一顶草帽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！周围的人群瞬间沸腾。谢过林公子，谢过林公子！有了一个成功的案例，村民们更加兴奋。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，这个村民在台上站了老半天，却什么也没发生。看来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转职成为农民的。柱子垂头丧气地返回人群里。原来这还会失败呀！这不是废话吗？怎么可能人人都有资质成为先农啊？接下来上前的人都小心多了，生怕自己不够虔诚，最后以失败告终。村子里从来没有一天像今天这么热闹，最后只有一部分人成为了农民。林公子，这些被认可的人都是村里的种田好手。原来如此，虽然觉得有些可惜，但一想到将来还要培养其他职业，就觉得无所谓。毕竟自己已经将刘家村选作据点，势必就要将其打造成全世界最牛的村庄。刘平，你们戴草帽的都过来吧。在众人羡慕的目光中，戴着草帽的村民一个个无不昂首挺胸走上前来。山林将等数量的锄头放在台子上，以后这些锄头就是你们的工具，切记一定要保管好。放心吧，林仙君。刘平的表情前所未有的严肃。从现在开始，这锄头就是俺的命。要是有人敢碰俺这锄头，俺就和他拼命。很好，从明天开始，这一块地就交给你们了。至于怎么操作，刘平会告诉你们的。现在除了村长都可以离开了，我和村长商量点事。刘平等人高兴地抱着锄头回去了，剩下的村民则是一脸坚定地赶往田地。他们都拼了命种田，以求下一次转职能被草帽认可。众人离开后，我和村长一直聊到深夜。村子里要买牛买羊，还有铁块，还有引进读书人也要提上日程了。毕竟只有读书人才有可能转职图书管理员。刘德喜一笑着应下，按照我的规划提出解决办法。晚上回到家里，刘德喜还是久久不能平静，他一次次掐自己手臂，直到痛得流出眼泪来。这真的不是梦吗？我们刘家村真的要发达了。同样一夜无眠的还有他的儿子刘平，竟然抱着锄头傻笑了一个晚上。现在他可是先农了呀！清晨天刚蒙亮，他就忍不住出了门。没想到其他草帽村民早早就等在天边，一个个都顶着黑眼圈。好了，咱们该干活了。刘平小心翼翼地将鲜麦种子从怀里拿出，分发给众人，紧接着走到田地里做起了示范。把地理好后，只需手持种子，默念使用就可以了。哈哈哈！你们也太慢了，我可已经种上了5颗鲜麦了。你等着，俺马上就要撵上你了。田地里气氛欢快，众人的种子很快就全部种完了。这么快就没了？你们还有吗？分我点。我也没了。虽然体味消耗了大半，但大家都已经上头了。种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过。刘平看着眼前种好的地，心头一阵火热。最迟7天一熟，这得收获多少麦子啊！忙完了田里的事，他立刻往村口集合。按照仙君的要求，村里派人去城里买物资。作为村里最能打的，这事自然少不了他。都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外界比较混乱，这些给你们带着防身。说着，他将木剑和皮靴子递给面前几人。如果条件允许，买完羊和铁后，顺便带个读书人回来。公子，你放心吧，有村子里最聪明的刘琦带队，还有最能打的刘平大哥，俺们一定能完成任务。山林笑着向3人挥手道别。本以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采买任务，没想到我们都低估了这世道的艰难。男人只是往土坑的两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。众人欢呼不已，村长更是忍不住朝他跪了下来，不仅扬言要为男人修建神庙，甚至还要把自己的老祖宅腾出来让他住。男人却整天沉迷钓鱼无法自拔。原来他是带着 MC 系统的穿越者。离开村庄的范围后，周围的环境骤变，田野龟裂荒芜，时不时就能看见1、2具尸骨，但一路上见不到人。刘平等人反而觉得安心，毕竟在这乱世之中，最危险的就是难民。越接近城，城人也就多了起来。难民们大多被拦在城墙外，没有路引，他们不会被允许进场。留住你们俩在这等我，我来沟通。站住，可有路引？自然，大人您过目。刘琦陪着笑，将录影递了上去，顺带着还有些许的碎银。官差将那录影放在手中，掂量了一下。进去吧。比起城外，城内的生活就好多了，但人们却也都是面黄肌瘦的样子。以前还挺羡慕城里的，现在看来还没有俺们村的人过得好呢。那都是仙君的功劳，所以仙君交代我们办的事一定要办好。知道，刘琦，你比俺们都聪明，你来拿主意。柱子，
你拿着钱去买药，我和刘平去寻读书人，之后在这里集合，一起去买铁具。靠着一张巧嘴，刘琦两人很快就找到一处房子。谁在门口？房门打开，走出个浑身脏乱、瘦骨嶙峋的中年人。二位有何贵干？先生，听说您教导有方，我们想请您到我们那教导一下孩子。有这种好事，可否请二位告知在下要到哪所府内任教啊？先生可能需要出城。还没等刘琦说完，只听他的一声，门被瞬间关上。哼，哈哈哈！真当我3岁小孩要是跟你们出了城，我岂不是沦为鱼肉，任你宰割？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。刘琦，俺们现在怎么办？仙君说过，让我们带个读书人回去，那咱们死都要带一个读书人回去。哼，咱们再多问几户人家，实在不行，打昏一个绑着回去。反正等他醒来，在咱们村住上几日，怕是赶他走都不愿走了。结果两人在城中寻了半日，读书人们无一例外都在听见要出城后拒绝了。就在刘琦准备让刘平动手时，远处传来官差的声音：“你们两个光天化日下在城中闹事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”原来是刘琦等人的古怪行径被衙役们注意到，此刻赶过来正好抓了个现行。爷爷我今儿刚好在气头上，等下进了大牢，非给你们扒下一层皮不可。赵武他们犯的事情还不至于到那种地步，先带回去问问吧，不要动手。大哥，你究竟怎么了？咋昨个收完税回来就跟变了个人似，还说要做善事，我以为你说着玩呢。这时刘琦发出惊呼：“哎呀，这不是昨日来到我们村的官差吗？”闻言，官差脸瞬间大变。二位可是来自刘家村？见到两人点头，他心里哇凉哇凉的。怎么好巧不巧又惹到神仙老爷头上了？不对，这件事明显是那位仙君授意的，不然寻常人带着读书人出城干什么？说不定仙君现在就在看着自己，我可不能再犯错了。二位请请便，我们只是来看看。刘琦和刘平对视一眼都笑了，道了句谢，顺利离开。柱子牵着2只羊早早等在原地。读书人呢？没人愿意跟我们走，俺们刚才还差点被抓了，还好遇到昨天来村子里的官差，逃过一劫，只能去城外的难民那边找找，也许会有。由于朝廷对于铁制品管理十分严格，所以刘琦以用于耕作为由，购买了一批铁制农具，本以为又要贿赂一番才能出城，没想到这次守门的小吏只是打量了他们一眼便放行了。出城时，刘琦独自往荒民聚集的地方走去。这里可有读书人？我们村子需要一个读书人，管饭。俺是读书人，带我走吧，我会算账，而且每天只需要1碗粥就行。但刘琦一眼就能看出，这些都只是普通的荒民，毕竟读书人的气质他们模仿不了，眼中闪过不忍。但村子现在也养不了那么多人。思索片刻，刘琦叹了口气，将口袋里的咸鱼干分发了下去。可惜了，这读书人到底还是没有为仙君带回去。然而刘琦的善举被凶恶的难民们尽收眼底，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危险。就在刘琦心灰意冷打算离开时，一个虚弱的声音传来：“我和你走。”只见一个年轻男子颤巍巍地朝刘琦走，虽然那人很是狼狈，但那读书人特有的气质依旧残存。好，跟我来吧。不过那男子却向刘琦提出了条件：“你是说要带上这个人才肯跟我们走？”这是在下的兄弟，一路保护在下到现在，恕在下实在无法抛下他独自离去。况且他会使的一手长枪，作用不会比我小。刘琦开始仔细打量那大汉，那汉子眼眸子十分犀利，而且双肩宽阔，骨架出奇的大，拳头上更这有着一层厚厚的老茧，一看就知道是常年习武之人。也许仙君能用得上这样的人才，既然这样也行，我们走吧。公子，你真的决定了吗？这跟着他们去就没办法回头了呀。有什么办法？反正都是死，与其在这里等死，还不如赌上一把。倒是拖累了你，不然以你的实力，哪会落得如此地步？公子说笑了，以前在府里，要不是公子照顾，哪还有我喂食？不就是造反吗？以公子的学识，定可以在那寨中有一席之地。原来早在一开始，苗志明就留意到了刘琦等人，明明看着是乡下人，面色却比城里生活的还要好，还有钱进城里买粮和铁器，他以为这是哪个山寨准备造反，没想到自己也会有着为了食物苟且偷生的一天。男人只是往土坑的两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，众人欢呼不已，村长更是忍不住朝他跪了下来，不仅扬言要为男人修建神庙，甚至还要把自己的老祖宅腾出来让他住。男人却整天沉迷钓鱼无法自拔，原来他是带着 MC 系统的穿越术。将苗志明2人带回后，刘琦就发现了不对劲，周围的难民几乎都慢慢朝这边挪过来，隐隐的将几人围在了中间。
咋这么多人？要是再拖下去，这些人全部蜂拥而上，再想走就来不及了。然而一小部分难民还是紧紧地跟在后面，随着距离城池越来越远，身后跟着的难民也越来越多了。这个你们先吃着。刘琦将咸鱼片递给了苗志明和卫士。一会那帮难民们冲上来，也好有体力逃跑。医师，我能问一下，你们有人接应吗？铁山神将在村口等我们，还有一会儿就到了。什么只有一个人？还是个什么神将？你们不是要造反了？怎么才这么点人？卧槽！谁说我们要造反了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那你们干嘛要找读书人？仙君让我找读书人的。至于为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仙君听到这种话，苗志明只觉得天都塌了下来。原来是打着神仙幌子招摇拐骗的骗子。那所谓的什么铁山神将，怕就是傻子，恐怕就是个认为自己刀枪不入的普通人吧。和这些人一起生活，还不如躺在城外边死了算了。这时身后的乱民队伍传来骚动，一个满脸刀疤的人阴笑着朝着刘琦等人走来。我来是想要和你们谈条件的，你们不是有2只羊吗？只需要给我们1只就行，只要1只羊，我们马上就走，如何？不行，绝对不能给他。要是这头羊交出去，他们绝对不会满足，只会要的更多，到时候说不定我们人都走不出去。刘琦又何尝不明白这个道理，但直接拒绝，他们一样也会冲上来。最好的办法就是拖住那个大个子。你会不会使剑？我最擅长用长枪，剑也不是不能使。那好，这些都给你用，他们在我这里纯粹是浪费。看着刘琦将木剑和皮靴递给自己，卫士一脸疑惑。不是哥们，现在给我这木头能有什么用处？然而在他接过装备的一瞬间，立刻就觉察出异常。明明看上去是木剑，却给他一种很锋利的感觉。那靴子在靠近他时自动放大，竟然完美契合了他脚的尺寸。这是何物？为何如此神奇？卫士此刻才察觉，事情可能没有他想的这么简单。把他们请过去的人，就算不是神仙，也至少是个懂道法的奇人异士。这是仙君留给我们防身的法器，现在没有时间过多解释了。那个读书人，你带着这些东西先走，等到了树林你就安全了。实在不行，给我们一点吃的也好啊，我们已都是普通百姓，可奈何遭了荒年，家里人都死光了呀。那刀疤脸见青年要带着羊离开，哭的那是悲痛。不觉间，那刀疤男哭诉着已经慢慢接近了刘琦，猛地从腰间掏出断刀片，朝着刘琦砍去。医师小心！刘琦因为提醒才躲过一劫，眼见计谋被识破，刀疤脸索性不再啰嗦。好啊，既然什么都不愿意点，那我们就直接抢，兄弟们一起上，把他们都杀了，拿了羊，大伙平分。那些难民经过怂恿，眼睛变得通红，发了疯似的扑了过来。快走，这里我们拖着，你务必要将东西都带回村子里。卫士一剑将眼前的饥民砍翻，转身又一脚踹向意图偷袭的另一个饥民。虽然难民们没有什么战斗力，奈何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不一会几人就开始喘粗气。要不是有仙君赠予的仙气保护，恐怕早就支撑不下去了。然而绝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那靴子突然炸开，消失无踪。哈哈哈，你们别想跑了，留下来进你爷爷的肚子里去吧。眼见几人没了防护，那些饥民疯狂地笑着再次上前。我冲上去给你们杀出一条血路，记得照顾好我家公子。既然加入了，就是咱自己人。俺虽然没读过书，但也绝对不会丢下自己人不管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仙君也会让我转生到好人家的。哈哈哈，真是好汉，来世咱们再做兄弟。杀！另一边，苗志明因为体力不支，双脚已经沉重的如同被灌进了铅一般，意识也慢慢模糊起来，但他不敢停下，勉强保持清醒。终于，神奇的场景在他眼前出现了，远处是一片茂密的丛林，和周围枯败的环境截然不同，俨然就像画中的世外桃源一样。苗志明一脸错愕，明明好几个月没下雨了，这些植物是怎么长的？伴随着那道绿线越来越接近，他已经模糊一片的视线中终于出现了一个人影，接应终于到笔。后面快去救他们！等遇到了人，苗志明再也坚持不下去，还没看清眼前的人就昏死了过去。突然地动山摇，一个铁皮身躯站起身，眼睛变得通红，守护的村民正在被攻击，铁傀儡被击没。男人只是往土坑的两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，众人欢呼不已，村长更是忍不住朝他跪了下来，不仅扬言要为男人修建神庙，甚至还要把自己的老祖宅腾出来让他住。男人却整天沉迷钓鱼无法自拔，原来他是带着 MC 系统的穿越。就在难民们准备要生包了刘平等人之时，轰隆隆的震动声突然响起，惊恐的难民们转身刚刚没跑几步，
下一刻就被冲过来的铁傀儡撞飞出去。眼见那巨大的铁皮生物犹如杀神一般无可匹敌，卫士连忙转头朝着刘琦等人大喊：“你们为什么还不跑？快跑啊！”不用担心。柱子长舒一口气，直接瘫坐在地上，带着崇拜的眼神看向那铁皮身影。那是仙君做下的铁山神将，我们得救了。这就是那神将了。卫士在原地看呆了，那铁傀儡很快就将难民们全部解决，转过头朝卫士看了过来。卫士只感觉寒意瞬间遍布全身，常年的战斗直觉在疯狂预警，绝对不能反抗，否则立刻会死。铁山神将不必紧张，他和我们是一伙。走吧，我们该去见仙君了。哦，好的。连神将都是如此勇猛，那仙君又会是怎样逆天公子啊？这次恐怕真是遇到了不得的存在。这里是哪里？苗志明在一个奇怪的白色房间内醒来，身上的伤势也在不觉间痊愈。走出房门后，他整个人都懵了，刚才自己居然住在一个巨大的红色蘑菇。接着他看向周围，整个人惊呆了，眼前村庄的每个房屋前居然都挂满了鱼竿。我这是已经死了吗？还是出现幻觉了？现在不是旱灾吗？哪里来的鱼肉？我到底在哪？苗志明彻底的慌了。然而更诡异的是还在后面，他顺着人的声音慢慢踱过去看，只见一群头顶着草帽的人在田里祷告。紧接着，一个巨大的红色蘑菇居然凭空出现，在不远处还有个用木头做的平台，上面放着很多还隐隐冒着热气的烤鱼。那些疲惫了的草帽村民走到那平台，吃下烤鱼，居然又充满活力返回接着干活。离奇，太离奇了！另一边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，一个少年正在一个水池前甩着杆子钓鱼。看到这一幕，苗志明面色凝重，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察觉到苗志明的害怕情绪，我稍微挪动身体，示意他坐过来。小事情，别紧张，我们不是坏人，叫我山林就行。过来坐下聊会吧。那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苗志明在距山林1米开外坐下，可紧绷的身体一点也没有放松下来。瞎想的他又偷偷瞥了一眼那水池，发现水里不仅空无一物，而且鱼竿上你没有饵料，心中不禁感到十分奇怪。这个村子给你的感觉怎么样？这是仙君在考教我吗？他回想起刚才的所见所闻，每家每户挂满了吃不完的鱼肉，流动的仿佛永远用不尽的水源，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轻松幸福的笑容，一时间有些吃了。百姓安居乐业，如同靖节先生的桃花源一般，让人神往。当今天下大乱，林前辈法术高强，必然不惧这乱世，但我关前辈心系着村子，未来恐怕会陷入这官匪争斗的泥泞之中，恐怕这也是前辈会让村中人去购买铁器的原因。既然食物盛育，那前辈自然有获得食物的法。要想这片乱世桃源有利，就必须得有足够的人手，更需要有能人来管理。这应该便是我来到这的缘由。好厉害呀！还什么都没说，他就全想到我心中所想。原本一开始只是想要个图书管理员，没想到捡了个大宝贝。你通过我的考验了，以后管制的事情就交给你们。是。在下明白。苗志明反应平淡，仍然一副死气沉沉的模样。毕竟他本有治世之才，却因乱世沦落到李大明为伍，如今更是为了一口饭吃，不得不低头寄人篱下，想必心中十分不甘吧。得想个办法重新唤起他的斗志。下一秒，山林手中的鱼竿微动，紧接着一条大鱼随着旗杆飞出，化作一道金光，被他收进空间格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苗志明近距离目睹了这一神迹，暗中吃惊，原来村子里的鱼是这样钓上来的。你跟着我来吧。山林将人领到了鸡圈前，拿出了小麦种，对着2只鸡心中默念，霎时间，就见一只活生生的小鸡竟然凭空出现。这林公子可是神仙手段了。苗志明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认识多么强，这世界上原来真的是有神仙的。这鸡几天就能长大，而且不需要喂食就能产出鸡蛋，只要这鸡的数量足够多，人们就不必挨了。到那时会是一个崭新的时代，可这一切都由您而来。若是您回去了，这一切不会变为原样了。我会一直在这里的，怎么样？想不想跟我一起见证这盛世到来？山林的话语饱含诱惑，苗志明一时间愣愣地看着我，说不出话。他想到了曾经那位平天下苦读诗书的自己，又想到了为了自己的前途操心致死的年轻。在这一刻，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，竟然郑重地朝山林跪了下来。在下苗志明愿为仙君尽犬马之力。男人只是往土坑的2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。众人欢呼不已，村长更是忍不住朝他跪了下来，不仅扬言要为男人修建神庙，甚至还要把自己的老祖宅腾出来让他住。男人却整天沉迷钓鱼无法自拔，原来他是带着 MC 系统的传人。
另一边，刘琦他们也被铁傀儡带了回来。林仙君，我们把东西都带回来了。苗公子，你没事了？卫士，你也没事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这时卫士注意到自己的公子的眼神，便是那种饱含热情、睥睨一切的神情。曾经的公子回来了，这次卫士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疑虑，也是恭敬地朝山林跪了下来。在下卫时愿为仙君赴汤蹈火。哈哈，很好很好，这才叫战士。等以后培养出一大批士兵出来，那场面应该会很壮观吧？真是辛苦你们了。不过现在局势紧急，刻不容缓，我需要你们再次出发为我办事。先把这些烤鱼吃了，恢复状态。城谷草堂内，医生纪明之刚收回搭在病人脉搏上的手。季老如何？我身体怎样？看你的症状是中了风寒之邪，不过并无大碍，按照这方子用药，慢慢调养即可。放心吧，这药钱不贵的。多谢季老前辈。待病人离开，纪明之叹了口气，眼神透露出一种深深的无奈、无力。他知道人们感染的其实是无法医治的鼠疫，那药也只是给人们一些安慰罢了。奈何朝廷贪污腐败，对此毫无作为。难道这世道真的彻底没得救了吗？这时门外来了位脚踩皮靴的壮汉，正是全副武装的卫士。请问是纪明之、纪老先生吗？正是。这位壮士到我这来，所谓何事？中医讲究望闻问切，而卫士脸色红润光泽，且神志清楚，目光明亮，明显不像是来找他看病的。久闻纪老前辈医术高超，在下偶得一剂神药，可生白骨活死人，不知纪老先生可感兴趣？生白骨活死人，你怎么证明？纪明之气乐，他自幼学医，一身医术不说精湛，也知人看病几十年，怎么会相信有药能够生白骨活死人？没问题，接下来请二位不要惊慌。卫士拿出小刀，对着自己的手臂狠狠划出一道伤口。这位壮士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心安，快去拿药。纪明之连忙起身朝着卫士走来，打算为其按穴止血。老先生不必惊慌。卫士掏出了一个苹果，这伤口您可瞧好了，这就是所谓的神药，一个野果。见到眼前荒诞的一幕，纪明之皱起眉头，下一秒他只觉得头皮发麻，眼睛瞪得老大。那刀痕随着卫士的喂食，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愈合。这怎么可能？纪明之直接抓起卫士的手臂来回打量，然而那伤口消失不见，只留下了白嫩皮肤。他知道自己刚刚看见的不是错觉。要是先生不信，在下还能再为先生演示一番。别，我信了，我信了。纪明之心痛地看着那没了一半的神物。造孽啊！就为了证明是真的，这能生白骨活死人的神物就这么没了一半，这能救多少人吗？说吧，你想要什么？纪明之紧紧盯着那半个苹果，良久才依依不舍地挪开视线。如果在下说还有能够医天下万病的神药呢？天下万病，疙瘩病能治吗？疙瘩病也就是鼠疫，他意识到百姓可能真的有救。当然可以，我有的都能给你，无论是这家店还是我这小老爷的性命，只要你能告诉我这药现在在何处。老先生，仙君有请。仙君难道是？纪明之话都说不出来，颤巍巍地举起手指了指天上。见着卫士点头，他脑子嗡一声炸开。是啊，这能生白骨活死人治万病的神药，怎么可能会出自凡尘？仙人下凡来了，黎民百姓终于有救了。沉默间，几滴清泪从纪明之已经布满褶皱的脸庞滑下。那我们现在就走。他恨不得立马飞过去见天上的仙人。下一刻，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。既然如此，仙君他老人家为何不亲自？季老仙凡有别，仙君是天上萧逸，就是见不得疾苦，这才下凡来，其法力被滚滚红尘压住，如今才刚能眷顾到一个村内，正是为了救这苍生，仙君这才会派遣我等凡尘之人来城中做事。既是如此，心安，你带着孩子跟着他去吧。犬子愚钝，但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也学了些东西，其医术不说炉火纯青，在这城中也算是能排得上了，就让他跟着你去吧。爹都这个时候，你还打算守着这套房吗？是啊，季老，眼下叛军四起，这城门一破，到时你的性命可就没有保障了。那我更不能离开了。纪明之目光坚定，看向了药房墙壁上高挂着的人子。我要是走了，城的普通百姓可就没处寻医了。心安，你跟着去，我的孙儿还有儿媳就性命无忧了，更何况心安啊！爹想让你去替爹看看，那可治万病的神药究竟是何物。我明白了，爹。等待着其将东西收拾好后，带着纪兴安一家老小卫士和刘琦等人会合。刘琦带着一批将户早早等在了那。
这时，城外传来阵阵砍杀声。天启7年7月，明王朝连年灾荒，赋税加重，民不聊生。农民起义终于在陕西关中、渭北爆发了。男人只是往土坑的两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。众人欢呼不已，村长更是忍不住朝他跪了下来，不仅扬言要为男人修建神庙，甚至还要把自己的老祖宅腾出来让他住。男人却整天沉迷钓鱼无法自拔，原来他是带着 MC 系统的穿越者。报告大人，村子里没有找到反贼，所有的粮食都在这里。该死的，怎么让我摊上这么个事？巡检师武真不停地骂着，对于杀死无辜的村民们，他没有丝毫愧疚。这叛贼王二带领农民起义，官粮被这些农民抢走了，那自己抢回来有错吗？要怪就怪那该死的叛贼王二，这一切都是他害的。大人，这些孩子怎么办？要杀掉吗？这些孩子对我们来说没有威胁，留在这里任他们自生自灭了，用不着浪费力气。大人，发现了附近几里外有一个村落，名为刘家村，人数不下100余人，应该就是叛军的总部。好啊，王二，本官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件事不宜操之过急，先返回城中准备人马，这次务必要将叛贼一举捉拿。官兵们全部离开后，女孩茫然地站在村口。这时她发现远处有一个白色的大个子，经过好奇心驱使着她跟了上去，没想到竟然来到了一处仙境一样的林子。娘，你快看，那个蘑菇怎么那么大？季兴安的小儿子一进村就兴奋地问个不停，而那些浆户则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。眼前村庄的每个房屋前居然都挂了。你看，这回是来对地方了呀！浆户们互相对视了一眼，都笑了，为自己的选择庆幸不已。随后，山林让众人喝下早就准备好的牛奶，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身体竟然焕然一新。纪兴安更是抱着空桶哭了起来。原来真的有可以医治万病的神药。接着，刘琦向山林汇报了县城里发生的事情。看来得抓紧培养战斗势力，毕竟这么大一个村子，只靠铁傀儡保护可不行。苗志明，接下来流寇只会越来越多，所以我们得拿起武器保护自己。练兵的任务就交给你和卫士了。谨遵仙君法旨。仙君，我还有一事，村中的食物也有富裕。王二果携着周围村庄的农民起义，村中剩下的都是些经验丰富的农民。我想现在村子可能需要这些人，要不要把他们接过来？苗志明有些紧张，山林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不禁笑了。当然，我们要尽可能的帮助这些人。仙君老大，有一个小孩往咱们这儿来了。山林顺着刘小二所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个瘦弱的小女孩怯怯地站在村子口，她的脸色蜡黄，身上衣服破旧不堪，看上去已经饿了好几天了。大哥哥，他们都说你是天上下来的神仙，你真是神仙吗？女孩走上前来，目光的瞳孔中透露出一丝希望，周围的人们纷纷投来期待的目光。山林开始纠结起来，自己真的配得上仙吗？再到这个世界后，不知不觉中承受了太多期待，但自己真的能拯救这些人吗？思索中，他的眸光逐渐坚定，在众人的期盼中，山林给出了答案。我当然是神仙，放心吧，在我这里没有人会饿着肚子。谢谢你，神仙哥哥，谢谢你愿意从天上下来看我们。女孩目光闪动，落着泪笑，就连一向不苟言笑的苗志明也笑了。仙君大义。众人纷纷跪倒在地，叩拜起来，但这一次他没有避开，安静地接受着众人的跪拜。这时一行提示出现在山林的状态栏，获得 buff， 村庄英雄。山林微微蹲下，和女孩平视。在这里就不用害怕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女孩用力地点点头。谢谢你，神仙哥哥。回到屋内，山林立刻开始着手制作职业方块。他用台阶合成出了图书管理员的职业方块讲台，接着又一次合成出了石匠的切石机、武器匠的砂轮以及制剑师的制剑台。一切都准备完毕，山林躺在床上沉沉睡去。这是穿越以来第一次这么认真的生活。第二天醒来，他走进村子，发现匠户们的工作都按照不同需求被分配好了。这苗志明真是个人才啊！山林不禁在内心感慨。然而看到卫士那边的训练后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只见那些个村民激动的面色通红，竟然拿着剑狠狠地刺向自己的身体。只坚持到卫士喊话，他们才快速地吃下烤鱼恢复。卧槽，真的有必要这么狠吗？不妨止功，以命搏命。这是在下参考了刘家村的条件后，认为最适合训练战士的方式。有了神鱼，可以保证村民迅速恢复伤势。最重要的是刘家村的士气，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人，也要敢于与敌人拼命。眼见村民们对此都毫无怨言，他也不好多说什么。这时站岗的村民来报，官差们终究还是找上来了。那村子的防备如何？
回大人，那村子几乎没有任何防备，只有几个拿着木剑的汉子守在村口。可有什么异常之处？男人只是往土坑的两边倒入了2桶水，竟然就获得了永远用不完的无限水。众人欢呼不已，村长更是忍不住朝他跪了下来，不仅扬言要为男人修建神庙，甚至还要把自己的老祖宅腾出来让他住。男人却整天沉迷钓鱼无法自拔，原来他是带着 MC 系统的穿越者。林仙君，昨天夜里有人逃离了刘家村，按照您的指示，我们没有阻止。今早那些民兵起来发现后，一个个义愤填膺，要帮着咱们把那些逃跑的人带回来。现在营地里的氛围很是沉重，都担心您怪罪他们，把他们赶出去。果然逃了呀！其实我早就知道明代的军户制，大儿死了，二上，儿子死光爹上，只要家里还有成年男性，就得上去填补空缺，都是身有软肋，迫不得已。接下来如果再有人想要走，给他们准备3天的粮食带走了。是，仙君大义。苗志明崇敬地看着山林的身影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还好，这乱世有林仙君这样的仙存在啊！要是没了仙君，该怎么办？高飞光等人偷摸着溜出蘑菇房，没想到卫士站在房门外将他们逮个正着。就在他们以为自己会被惩罚时，卫士的话让他们呆住。这是给你们准备好的粮食，每个人带上3天的量，再走吧。是，感谢大人。民兵们一个个都感动得痛哭流涕，直到都走远了，高飞光等人还不时向后张望。若是今生还有机会回来，定要向仙君尽犬马之劳。深夜，苗志明坐在屋子前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村长，您知道林仙君他平常喜欢什么吗？你咋突然问起这个来了？仙君不是挺器重你吗？何必费这心思？不瞒村长，在下自幼在府中长大，内侍家中尚且有几分余钱，也跟着那些富家子弟出去玩乐。他们吃的用的都和我们不同。你的意思是，咱们这里对于林仙君来说太枯燥了？1000年来，从未听闻过有神仙真正下凡过。林仙君能抵住凡尘的压制，说明仙君在众仙人中也是佼佼的存在，在天庭的地位恐怕非常高。那仙君原本的生活绝对比皇帝还要好，定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接着他指向那高高耸立直达上天的木台，仙君或许就是怀念之前在天庭的生活，这才想着回天上看一眼。奈何法力还未恢复，只有靠着这些外物才能勉强上去。但仙君心怀百姓，不想一声不吭地丢下咱们。这时天上一声惨叫传来，武震竟然主动从天上跳下来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一脸疑惑地在床上醒来。我这是在哪里？下一刻，记忆涌入脑海，原来他自认为已经不配继续活着，索性直接从天上跳了下来。可自己居然没有死。神仙爷爷没有骗我。他又难过又感动，现在的他重获新生，只想好好做人，弥补过去犯下的错事。这时门被打开，山林走了进来。看来你已经诚心悔过了，不过接下来还有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。愿为仙君尽犬马之劳。我要你一会儿跟着志明他们回到城，然后你留下去做你的剿匪工作。我不确定城现在把关是否严苛，不过你武镇作为巡检，刷刷脸肯定是能带人进去的。现在这匪寇四起，把你放回去剿匪，比关在这里好。苗志明则负责将城中落难的普通人带回。前进的路上一片肃杀的氛围，大家看到遍地的尸体，心情都十分沉重。老百姓苦，老百姓苦啊！只希望季明之还活着吧。卫士心里这么想着，突然他感觉不对劲，后面有人一直跟着我们。卫士往后偷偷瞥了一眼，果然远处有一队人正跟着他，数量不下100来人。不一会就有村民发现了熟面孔，那些人里有不少是王家村的人，是王二率领的起义军找上来了。